你有没有觉得那些有钱人他就生来就带着光环？咱们总爱琢磨，他们是不是运气特别好，正好赶上风口，或者就是家里有背景，起点比别人高一大截。很少有人把有钱这事儿跟咱们每天那些稀松平常的小习惯挂钩。毕竟，谁会觉得每天多睡半小时，或者睡前刷会儿剧，能跟赚大钱有什么关系呢？可偏偏有位叫托马斯·科里的会计师，做了一件在我们看来有点笨的事。他没去探什么复杂的财经报表，也没去分析瞬息万变的市场趋势，他就死盯着两类人。一类是白手起家的177位千万富翁，另一类是长期在贫困线挣扎的128位普通人。最后他发现，真正的鸿沟根本不在于他们口袋里有没有钱，而在于他们每天究竟在做什么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本来是帮客户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的理财规划师，有一次一个客户生意明明不错，科里查了好几个月的账本，怎么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儿。直到他偶然问起客户晚上回家都干些啥，这位客户总把时间和金钱耗在那些没什么用的社交上。那一刻他猛然醒悟，很多人赚不到钱，根源根本不在账本上，而是在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里。所以咱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，它不是什么教你炒股找风口的理财秘籍，它更像一本咱们人生的使用说明书。最颠覆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把赚钱这件事，从我们以为的靠运气的大事，拉回到了靠习惯的小事。你想啊，富人每天花半小时读书，穷人遇到机会快速决策，穷人总在想来想去里错过，富人主动维护人脉，穷人却爱在背后聊八卦。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选择，越积越累，就成了富人与穷人之间那道无形的习惯鸿沟。而这正是咱们接下来要深挖的核心。那些藏在日常里的习惯，到底是怎么悄悄改变我们财富轨迹的？咱们先说清楚一个前提，科里的结论可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，而是他扎扎实实花了5年时间，盯着上百号人一点点盯出来的。他跟踪的177位白手起万富翁，可没有一个靠继承家产，全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攒下财富。同时他还对比了128位长期成王的普通人，有的甚至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，可就是存不下钱，翻不了身。最后他发现，这两类人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却摸得着的习惯鸿沟，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，而且每一条都有数据撑着，咱们一条一条给你掰扯清楚。先瞧瞧最直观的行为习惯，富人的日常标配跟穷人的惯性消耗差的真不是一点半点。比如运动这事儿，科里统计下来发现， 76% 的富人每周至少运动4天，每次20-30分钟，可能是晨躺，也可能是饭后散步。更绝的是， 75% 的富人几乎不吃快餐，他们会自己做饭，或者选择健康的餐食。反观咱们身边，超过60%的穷人几乎不运动，要么出去撸串喝酒，平时吃饭大多靠外卖，重油重盐不说，还贵。咱们可能要问了，运动跟赚钱有啥关系啊？其实很简单，身体就是你赚钱的本金啊。富人每天花半小时运动，换来的是白天工作时的充沛精力。你想啊，经常运动的人能保持专注，没运动习惯的人可能下午就昏昏沉沉，错过重要信息。而且长期健康的身体能少花医药费，还能避免因为生病耽误工作，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吗？这可更扎心了。 88% 的富人每天会花至少半小时阅读，但他们读的不是什么八卦小说，而是有明确目的的事。 51% 读历史，想从过去的事里学经验， 55% 读自我成长类，比如沟通管理， 58% 读成功人士自传。他科里观察到的穷人呢，
超过70%的人每天花在电视、短视频、八卦上的时间至少3小时以上。这里的关键不是读不读书，而是你的时间到底花在哪儿了。富人把碎片时间用来攒认知，比如读历史的人遇到生意上的选择时，能想起历史上类似的事是怎么解决的。读自我成长的人能慢慢学会怎么跟客户沟通，怎么管理团队。而穷人呢，把时间花在消耗上，但上完之后啥也没留下，遇到问题还是不会解决，时间长了，这认知差就越来越大，就算机会来了也抓不住。还有决策习惯，91%的富人做决定特别快，他们会提前做准备，比如想做了小生意，会先查资料问人，一旦觉得风险可控，方向也对，马上就行动，就算错了也认。可穷人呢？科里遇到过一个案例，有个年轻人本来能加入朋友的创业项目，他却纠结了半个月，万一亏了怎么办？别人会不会说我不踏实？等他想通了，项目已经招满人了。这种纠结拖延的习惯，其实就是在给机会放凉。富人知道没有100%稳妥的事，先做了再调整。穷人总想要万无一失，结果就是一事无成。除了行为，思维习惯的差距更隐蔽，却也更关键。比如自信心，79%的富人不管现在多穷，都坚信我能摆脱贫穷，而且90%的人不相信命运，觉得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。科里调研过一个从流水线工人做到工厂老板的富人，他当初来打工时一个月就赚2000块，我以后要开自己的厂，别人都笑他吹牛，他却每天下班学技术，记客户联系方式。反观穷人呢，超过80%的人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我不行，我没那个命。比如想换个高薪工作，一看要求里有会 PPT， 就说我学不会，连试都不是。这种自我否定的思维其实就是在给自己设限，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，怎么可能做成事？再看乐观和情绪控制，54%的富人明确说，乐观是成功的关键，且81%的人能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。比如有个富人本来谈好的订单被竞争对手抢了，他没骂街没沮丧，反而去分析对手比自己好在哪儿，然后调整方案，最后反而签下了更大的客户。可穷人遇到这种事，大都会抱怨运气不好，对手使坏，然后好几天没心思工作，甚至把情绪撒在家人身上。情绪这东西，你越抱怨越沮丧，越没心思解决，问题就会越来越多。而富人能快速把情绪拉回来，聚焦在怎么解决上，自然能更快翻篇。还有坚持，92%的富人相信坚持能创造好运气。科里统计下来，这些白手起家的富人平均花了12年才实现财富自由。不是他们没遇到挫折，有的被人骗过，他是每天按自己的习惯做，早起学习见客户。可穷人呢，大多是短期看不到回报就撤。比如想做自媒体，更了半个月没粉丝，就觉得这行不赚钱，然后放弃。想学一门技术，学了1个月觉得难就不学了。其实财富积累就像种树，不是今天种明天就结果，而坚持这个习惯就是给树浇水施肥的过程。穷人总等不到结果就放弃，自然看不到收获。最后是人际习惯，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点。86%的富人结交的都是志同道合，能帮自己实现目标的人。比如想做电商，就去认识做供应链的，想提升自己，就去认识比自己厉害的人。他们不会把时间花在无效社交上，比如那种每天就知道喝酒吹牛抱怨生活的饭局，他们很少去。可穷人呢，大多喜欢待在舒适的圈子里，身边的人跟自己差不多，每天聊的不是家长里短，
就算有机会认识厉害的人也不敢去，觉得人家看不上我。其实人脉不是求来的，你自己有目标有习惯，自然会吸引到同样有目标的人，而你总在消耗型的圈子里，只会被越拉越低。而且富人维护人脉的方式也很实在，94%的富人不找八卦，80%的人会记得重要朋友的生日，到了那天会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祝福。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，却能慢慢积累信任。比如你记得客户的生日，客户会觉得你重视他，下次有订单可能就先想到你。可穷人呢，很多人喜欢背后议论别人，比如那个同事升职肯定走了后门，那个老板赚的都是黑心钱。这种议论不仅会传到别人耳朵里影响关系，还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负面，没人愿意跟这样的人合作。咱们总结一下，富人跟穷人的习惯鸿沟，而是行为、思维、人际上的全方位落差。你每天的运动、阅读、决策，你的自信、乐观、坚持，维护关系的方式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，一天天叠加做成了两个人生的分水岭。而这些鸿沟其实不是天生的，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习惯来填补。这也正是咱们接下来要聊的。克里总结出的10个富有的核心习惯，它们其实就是帮咱们一点点缩小这个鸿沟，慢慢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聊完富人跟穷人的习惯鸿沟，咱们就该聚焦这本书的核心了。科里从177位千万富翁身上总结出了10个可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理论，全是能落地的日常做法，咱们一个个掰开说，保证你听完就知道明天能做啥。第一个习惯，培养日常富有的习惯，每天照做不误。这里的关键是日常和坚持，不是偶尔做一次。比如有个富人每天早起后会花10分钟列当天的待办清单，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5年。咱们可能觉得列清单谁不会啊，但关键是每天都列，偶尔列一次能理清思路，每天列就能慢慢把重要的事变成常做的事，避免被琐事牵着走。克里说，成功不是偶尔的爆发，是每天的积累。就像攒钱，每天存10块，一年就是3650块。习惯也是一样，每天做一遍，时间长了就成了复利效应。第二个习惯，设定每日每年长期目标，全心追求。很多人说我有目标，但这不算目标，算愿望。真正的目标得拆得细，比如5年赚50万是长期目标，拆到每年就是10万，每年可能就是多谈2个客户。科里调研的富人里 85% 都有目标拆解表。比如有个开便利店的老板，长期目标13年开3家店，每月目标是老客户复购率提升 5%， 每天目标是跟10个老客户聊聊天。为啥要这么拆？因为大目标太远，而每天的小目标只要跳一跳就能够到，做完了有成就感，慢慢就靠近大目标了。记住，没有目标的人带着走，你连每天要做啥都不清楚，怎么能赚到想赚的钱？第3个习惯，每天提升自我价值。不是工作需要你，是你需要通过工作提升自己。比如你是做销售的，每天下班后花20分钟总结，今天哪个客户没谈成，或者学10分钟怎么跟客户聊需求，这就是在提升自我价值。科里遇到过一个从保安做到销售总监的富人，每天下班就对着镜子练怎么介绍产品，坚持了2年，慢慢从没人愿意跟他签单。这里要注意，提升自我价值不用报很贵的课，也不用每天花小时，哪怕每天15分钟学一个小经验，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涨工资。第4个习惯，关注身体健康。咱们前面聊过 76% 的富人每周都运动，是因为身体是赚钱的本金。你要是每天腰酸背痛，上班昏昏沉沉，
就算有再好的机会也没精力抓住。比如有个做工程的富人，以前总熬夜赶方案，后来胃出了问题，出院后他就坚持每天早上跑20分钟，晚上11点前睡觉。你说，事先觉得拼命就是熬时间，后来才知道，能每天精力充沛的干活才是真的能扛事。关注健康也不用办健身卡，比如上班提前2站下车走路，午休时拖10分钟拉伸，晚上少吃1碗饭，这些小事都是在护本金。本金在，赚钱的机会才在。第5个习惯，建立并维护可持续的人际关系，不是需要帮忙时才找人，是平时就维护。比如朋友换了新工作，发的消息问问新环境适应不，客户生日发一句生日快乐，不用送贵重礼物，就是简单的关心。科里调研的富人里 80% 都有人脉维护本，记着重要人的生日喜好。比如有个做外贸的老板，每次去客户城市都会带一小罐本地的好茶，不是为了马上签单，就是为了让对方知道我记着他。人脉不是求来的，你平时对别人用心，等你需要帮忙时，要是平时不联系，一开口就求帮忙，谁会理你？第6个习惯，生活有节制，不是要过苦日子，是不浪费不超额。比如有人每月赚1万，却要花8000买包，这就是没节制。有人明明吃不下，这非要点一大桌菜，这也是没节制。富人的节制是按需消费，比如买东西前想，这个东西能用多久？有的富人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几百块的，但买电脑会买好的，因为电脑是他工作的工具，值得投资。他出去吃饭会点够吃的，吃不完就打包，是觉得浪费可惜。生活有节制，其实是给未来留余地。你不超额消费就能存下钱，你不暴饮暴食，身体就不会出问题，人生才能走得远。第7个习惯，现在就做，不拖延。很多人都有拖延症，想联系的客户等下周吧，可机会往往就在等一等里没了。科里调研的富人里 91% 都有现在就做的习惯。比如有个做自媒体的富人，想到一个选题马上就记下来，他说灵感这东西很容易忘，而且越拖越不想做，现在就做，哪怕只做10分钟也比等明天强。拖延其实是贫穷的温床，你拖1天，你拖1周，机会就可能被别人抢走。当然现在就做不是瞎做，哪怕只做1小步也能打破拖延的循环。第8个习惯，用致富思维面对生活，是相信自己能富有，并且愿意为之努力。比如同样是遇到挫折，穷人可能会说，我就是没那个命，算了，这次没成，下次怎么能成？科里遇到过一个创业失败的富人，别人都劝他找个工作安稳过，他却觉得这次失败让我知道了哪里错了，下次就能避开，2年就赚回了赔的钱。致富思维其实是不自我否定，你要是总觉得我不行，那你就真的不会去尝试。你要是相信我能行，才会愿意去学去做，慢慢就真的能行。第9个习惯，薪水到账后，先存 10%， 这是最实在的理财习惯，不是花剩下的钱存起来，是先存 10% 再花剩下的。比如你月薪5000，到账后先转500到储蓄账户，剩下的4500再用来花，这样就算花汤了也不会动那500。科里调研的富人里 78% 都是这么做的。有个刚工作时月薪3000的富人，每个月先存300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月薪太低，存 10% 后不够花。其实可以先从 5% 开始，一年也能存2400，关键是先存再花的思维，你得让钱为未来服务，而不是全花在当下。第10个习惯，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，不是不能有负面情绪，比如客户跟你吵架，穷人可能会当场怼回去，
然后气一整天啥也干不了。而富人会先让自己冷静5分钟，想想客户为啥生气，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，等客户消气了再沟通。克里说，能管住自己的人生，情绪就像洪水，就会做出冲动的决定，比如因为生气辞职，因为烦躁乱花钱，就像给洪水筑了堤坝，能冷静地解决问题。这10个习惯看着多，但其实都是日常能做到的小事，不用你一下子全改，也不用你花很多钱。比如先从每天存10块钱，现在就做一件小事开始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我知道这些习惯好，但怎么才能坚持下来？这正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。克里给出的5个把富有的习惯植入生活的实操方法，不管你是拖延症还是没耐心，都能跟着做，慢慢把这些习惯跟成自己的日常。咱们前面聊了10个富有的核心习惯，可能有人会犯嘀咕，可就是坚持不下来呀。以前也试过每天读书，没几天就忘吗？想存10%的工资，别着急，克里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。他在调研时专门问过那些富人，你们刚开始改习惯时是怎么扛过来的？最后他从那些富人的经验里总结出5个特别落地的方法，费大力气，普通人照着做就能把好习惯装进日常里。咱们一个个说透。第一个方法，先做自我盘点，画出坏习惯 vs 好习惯对照表。很多人改习惯失败，是因为没搞清楚自己到底差在哪儿。比如觉得我要变自律，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，最后瞎忙一阵就放弃了。克里建议咱们先拿个笔记本，花1天时间回忆一下，你每天哪些时间在瞎耗，哪些行为在拖后腿。比如晚上8点到10点刷短视频，这是坏习惯，对应的好习惯可以是晚上8点到8点半读行业文章，8点半到9点陪家人聊天，这是坏习惯。对应的好习惯就是到账先转10%到储蓄账户，盘点的时候别贪多，先找3个最影响你的坏习惯，比如拖延上班打卡，睡前刷手机2小时，花钱没规划。每个坏习惯对应一个简单的好习惯就行。克里说，改先找到病灶，你要是连自己每天浪费在哪都不清楚，盲目跟风学别人晨跑读书，大概率坚持不下去。比如你明明晚上效率高，非要学别人早上5点起，没几天就熬不动了。第二个方法，把大目标拆成每日能落地的小事。很多人一开始就定，我要1年读50本书，我要存5万块，目标太大，一看到就有压力，没几天就打退堂鼓。克里教的招特别实在，就是把大目标拆到每天只用花10到20分钟，垫脚就能做到。比如1年读50本书，拆到每天就是读10页书，哪怕睡前抽时间读也能完成。1年存5万块，拆到每月就是4166块。先从每月存1000块开始，再拆到每天就是33块，哪怕少喝一杯奶茶。他书里有个案例，一个叫丽莎的单亲妈妈想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，一开始定每天跑3公里，结果跑了2天就膝盖疼，差点放弃。后来他按克里的方法拆目标，改成每天走10分钟，早上送孩子上学走10分钟，慢慢适应了，再加到15分钟、20分钟，半年后不仅能跑3公里，还瘦了10斤。你瞧，不是目标难，是没拆到位。把大目标变成每天能完成的小事，做完了有成就感，慢慢就形成了惯性。第3个方法，习惯堆叠，把新习惯绑在老习惯上。这是克里最坑的方法，因为老习惯已经是你生活里的固定流程，新习惯跟着走很容易养成。比如你每天早上肯定会刷牙，这是老习惯，就可以在刷牙后加一个新习惯，
读一页书，做3个深呼吸。你每天中午肯定会吃午饭，吃完饭后就可以给一个客户发句问候消息。记3个工作要点。你每天晚上肯定会洗澡，太姐个做销售的妇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养成每天联系客户的习惯。她每天晚上看电视前会先打2个客户电话，后来形成条件反射，一拿起遥控器就先去拿手机打电话，慢慢从每天2个加到每天5个。这个方法的核心是绑定，别凭空加新习惯，而是老习惯做完马上做新习惯，就像给手机装 APP 装在常用的页面上才会经常用。第4个方法，环境改造，远离触发坏习惯的场景。很多时候不是你没毅力，比如你想戒烟，可家里办公室都放着烟，一看到就想抽，可手机就放在床头，睡前一伸手就拿到。课里说，改习惯先改环境，把诱惑藏起来，把好习惯的工具摆出来。比如想少刷手机，就把手机放在客厅，卧室放一本你喜欢的书，一个闹钟，睡前就不会忍不住刷手机。曾把水杯放在办公桌床头柜上，一看到就会拿起来喝。想省钱就把信用卡解绑，购物时用现金或者储蓄卡，花的时候能看见钱在减少就不会乱买。还有个小技巧，把好习惯的奖励提前准备好。比如你想养成每天读书的习惯，就买一本你特别想看的书，放在显眼的地方，就按1张就奖励自己吃的小零食。想养成每周存一笔钱的习惯，就准备一个好看的存钱罐，存进去后拍张照发朋友圈。外境顺了，习惯养成的阻力就小了，就像在平坦的路上走路，比在泥地里走轻松多了。第5个方法，人际借力，找个习惯搭子，互相监督。潘里调研发现 80% 的富人养成好习惯都有外部助力，要么是加入一个小圈子，有人监督有人鼓励。比如你想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，就加入小区的跑团，每周跟大家一起跑2次。就找个朋友建个双人读书群，每天互相发读书感悟，没发的人请喝奶茶。就跟家人约定每周只出去吃1次饭，互相提醒别乱花钱。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想养成每天写工作计划的习惯，自己做了1周就忘了。后来他跟同事小王约定，每天早上到公司后，像是没写就帮对方买早餐。为了不麻烦别人，他每天早上提前10分钟到公司写计划，慢慢就养成了习惯，工作效率也高了。半年后还升了职。你看，人际借力不是依赖别人，是找个伴一起走。就像上学时也忘锁时，跟同学一起写作业比自己写更有动力。咱们总结一下这5个方法，其实就解决了改习惯难的核心问题。拆解帮你找对方向，拆解帮你降低难度，堆叠帮你融入日常，改造帮你减少诱惑。而且这些方法都不用你花大钱费大力气，拿个笔记本就能盘点，在手机上就能拆目标，找个朋友就能当搭子，今天听完明天就能开始做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有没有人靠这些方法改变了生活？当然有。科里在书里写了好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案例，他们一开始也跟咱们一样有各种坏习惯，后来用这些方法慢慢养成富有的习惯，最后不仅赚了钱，生活也变好了。咱们接下来就聊聊这些案例，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步做到的，或许能给你更多具体的启发。咱们聊了这么多习惯和方法，可能有人会问，有没有普通人靠他们改变了生活？科里在书里写了10几的真实案例，他们一开始跟咱们很多人一样，有拖延，有迷茫，有经济压力，但就是靠一个小习惯，慢慢把人生拉上了上坡路。咱的透过这3个人的故事就能明白，习惯头不是什么空洞的道理，它是真能落地的人生改运术。
第一个案例，保险推销员菲尼克斯。他刚做保险那会儿，简直就是的穷忙族的典型，每天早出晚归跑客户，却没几的单子，赚的钱一半用来还信用卡。他总说压力大，不喝点睡不着，结果越喝越没精神，早上经常迟到，客户也慢慢不跟他合作了。最惨的时候，他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，老婆跟他吵着要离婚。后来他偶然看到课里的文章，决定试试改习惯。他没贪多，先从2个小改变开始。第一个是习惯堆叠，他把晨跑20分钟绑在送女儿上学后，一开始跑几步就喘，他就改成快走，慢慢坚持下来，酒也越喝越少。第二个是目标拆解，他把每月签3单拆成每天见2个客户，发5条问候消息，哪怕当天没谈成也坚持发消息。比如客户朋友圈发了孩子生日，他就记下来，到时候发去祝福。就这么坚持了半年，变化慢慢出来了。跟客户聊的时候精力更足，以前客户觉得他不靠谱，现在觉得他踏实。有个客户跟他聊了3次就签了1年的保险单。更意外的是，他慢慢戒掉了酒，家里的酒瓶换成了运动装备，老婆也不跟他吵架了。1年后，他成了公司的业绩 TOP3， 不仅交起了女儿的学费，还攒了一笔钱换了大点的房子。你看，他没学什么高深的销售技巧，就是把关注健康、不拖延、维护人脉这几个习惯落实到每天的小事里，结果生活就慢慢变了样。第二个案例，公司秘书第一。还一开始的问题，很多职场人都被无效社交拖累，比如领导让他写份会议纪要，他总拖到下班前才写，结果经常出错。同事找他帮忙，不管自己忙不忙都答应，最后自己的工作没做完，台落埋怨。他总跟几个朋友去撸串，聊的全是领导偏心，同事难处，越聊越觉得工作没意思，甚至想辞职。他的改变是从自我盘点开始的，他按科里的方法列了自己的坏习惯清单，拖延工作，不懂拒绝，然后对应找了3个好习惯。每天上班先列3件重要事，同事求助先看自己的日程表，每周只参加1次朋友聚会。其他事改的时候特别难，比如同事找他帮忙复印文件，他以前肯定马上答应，现在会说我半小时后有空，到时候帮你，可以吗？同事虽然有点意外，但也理解。比如以前下班后总想去撸串，把家里的零食换成水果，把朋友约饭的消息设成免打扰，改成看职场沟通这类书。慢慢的，他的工作效率高了，会议纪要再也没出过错，领导开始让他做更重要的事，他拒绝了无效帮忙后，有更多时间提升自己，还学会了做 PPT， 就是他做的。跟负面朋友少接触后，他认识了公司的市场部经理，对方觉得他积极上进，经常跟他聊工作技巧。后来市场部缺人，他也顺利从秘书晋升成了市场专员。比一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改掉消耗自己的坏习惯，比学多少技巧都管用。习惯对了，机会自然会来。第3个案例，单亲妈妈丽莎，她一个人带孩子，每天要打2份工，早上在早餐店卖包子，下午去超市理货，晚上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，忙得像个陀螺，却还是存不下钱。她最大的问题是没精力关注自己，每天随便吃点东西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想给孩子报兴趣班，有时候孩子问她，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住大点的房子，她都忍不住掉眼泪。她的改变是从最小的习惯开始的，科里建议她先做目标拆解，把存1万块给孩子报班拆成每月存800块，再拆到每天就是少花27块。他算了算，自己每天早上会买1杯5块的豆浆，下午会买3块的零食。
要是自己带豆浆带水果，每天就能省8块，再加上少买一件便宜的衣服，然后他用习惯堆叠，每天早上给孩子做早餐时多做一份自己带，晚上孩子写完作业后花10分钟看家常菜做法。他想，要是自己会做更多菜，以后说不定能开的小餐馆，不用再打2份工。就这么坚持了1年，他不仅存够了孩子的兴趣班学费，还学会了做20多种家常菜。有次早餐店老板尝了他带的便当，觉得味道好，让他每天多做几份，他又多了一份收入。后来他在小区里开了个周末小厨房，慢慢有了稳定的客户，再也不用打2份工，还租了个2室1厅的房子。丽莎的故事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，她没什么资源，也没什么天赋，就是靠每天省一点的小习惯。她后来跟科里说，以前觉得富有是赚很多钱，现在才知道能靠自己的习惯让孩子过得好，让自己有希望，就是最大的富有。这3个案例没有一个是一夜暴富的故事。菲尼克斯用了1年才做成业绩，其用了2年才晋升，丽莎用了3年才开启小厨房。但他们都证明了一件事，富有的习惯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而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生活方法。你不用一下子改10个习惯，也不用一开始就赚很多钱，只要从一个小习惯开始，比如每天存10块钱，每天走10分钟路，慢慢坚持，生活就会一点点变好。把这些习惯带来的不只是财富的增长，还有身体的健康，对生活的掌控感。这也正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，富有的习惯，不只是赚钱，更是经营好整个人生。咱们聊到这，可能还有人会觉得，这来说去，这些习惯不还是为了多赚钱吗？其实真不是。科里在书的最后刻意强调，他调研那些富人时，不是他们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这些习惯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多少额外的馈赠。换句话说，富有的习惯本质上不是赚钱工具，而是经营人生的操作系统。它能帮你把日子过顺、过稳、过出质量。赚钱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。咱们从3个最实在的维度把这点说透。首先，富有的习惯能帮你经营健康的人生，这比赚多少钱都金贵。前面咱们提到 76% 的富人每周运动， 88% 的富人控制饮食。你以为他们只是为了有精力上班赚钱，其实不然。科里跟踪过其中20位富人，发现他们坚持运动10年后，不仅很少去医院，连心态都更年轻。有个60岁的富人，每天还能晨扛5公里，陪孙子踢足球，而他同龄的很多朋友早就因为高血压、糖尿病常年吃药。你瞧，运动、扣食这些习惯，表面是为了赚钱攒体力，本质是为了能好好享受赚来的钱，能多陪家人几年。就像菲尼克斯，他一开始晨跑是为了戒掉酒，可坚持2年后，他说现在最开心的不是签单，是每天早上能陪女儿在小区跑步，听她讲学校的事。以前他总喝到半夜，女儿见他一面都难。还有丽莎，她学做菜，一开始是为了省钱，后来却发现每天给孩子做一顿热饭，看着他吃得香，身体也慢慢好了，再也不用因为感冒请假扣工资。你看，健康习惯带来的是能好好生活的底气。没有健康，赚再多钱也没机会花。有了健康，哪怕钱少点，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。其次，富有的习惯能帮你经营有温度的人生，也就是稳固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支撑。前面聊到富人维护人脉的习惯，比如记朋友生日不聊八卦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为了拉关系找资源。70%的富人说，现在最珍贵的不是客户资源，是身边有几个能说心里话的朋友。以前我总想着利用人脉，后来才发现，
你真心对别人，别人才会真心对你。就像第一，他一开始少参加负面聚会是为了提升自己，可后来他认识了市场部经理，还在他妈妈生病时帮他找医院。B 说，以前我总跟朋友吐槽工作，现在我跟积极的人在一起，不仅学到东西，遇到事还有人搭把手。他有菲尼克斯，好坚持给客户发生日祝福。后来有个客户知道他女儿要上学，主动帮他找了附近的好学校。客户说，你记着我的生日，我也记着你的难处。这不是生意，是朋友。人际习惯不是功利的算计，而是真心的交换，不是为了多赚一笔钱，而是为了在你难的时候有人能拉你一把，在你开心的时候有人能跟你分享，能帮你经营有方向的人生，也就是找到自我价值，不迷茫，不焦虑。前面聊到设定目标，每天提升自我的习惯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为了升职赚更多钱。那些白手起家的富人大多在实现财富目标后说，现在最满足的不是有钱了，是知道自己能做成事。以前我总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他慢慢养成习惯，一步步实现小目标，才发现我也能行。譬如第一，他从秘书晋升到市场专员后说，他每天练目标，学 PPT， 现在开会能跟经理聊方案，这种成就感比涨工资还开心。还有丽莎，以前我总觉得我就是个打零工的，可现在有客户说你做的菜有家的味道，我才发现我也能靠自己的手艺帮到别人。你看，目标和自我提升的习惯不是为了赚更多钱，而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价值，知道自己要去哪。这种不迷茫的笃定比钱更能让人安心。富有的习惯本质是经营人生的底层逻辑，它帮你照顾好身体，让你维护好关系，让你有温暖支撑，帮你找到方向，让你不迷茫焦虑。赚钱只是这些习惯带来的附加品，不是全部。科里在书里说，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是你能掌控自己的生活，能让身边的人因为你而更幸福。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不用一开始就追求改10个习惯，不用急着一年赚10万。比如每天陪家人聊10分钟，每天走10分钟路，每天存10块钱，6块。接下来咱们就聊聊最实在的，怎么从今天开始把这些习惯落地，哪怕只做一件小事，也能朝着更好的人生迈一步。咱们今天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从富人跟穷人的习惯鸿沟，到10个能上手的富习惯，再到菲尼克斯戒酒做业绩，第一从秘书升职，丽莎开小厨房的故事。我猜这会儿有人心里可能在打鼓，道理都听明白了，他明天一睁眼搞不起又跟以前一样，刷手机刷到忘事，存10%工资也记不住咋办啊？别慌，也不用你明天就脱胎换骨，咱们就从最小的一步开始，保证你抬手就能做到，而且做得不费劲。我给大家3个任选其一的小行动，你挑一个最顺眼的，明天就是。第一个，要是你想试试存钱习惯，就从每天存10块钱开始，不用等发工资，从钱包里拿10块钱，找个小盒子装起来，或者手机支付宝或微信里建个专门的储蓄账户，把10块钱转进去，就是一瓶饮料一包小零食的钱，少花这一笔一点不影响生活。但你试试存1个月就300块，可能够给孩子买个玩具，给爸妈买件小礼物，这不就是实在在的小富有吗？第二个，要是你想试试阅读习惯，就从每天读10页书开始，不用专门腾出时间，就把书放在枕头边，晚上睡前翻10页。要是你不爱看纸质书，手机里存本电子书，登厕所的时候看10页也行。你别想着了，我要从书里学多少大道理，哪怕就记住一句话，一个小故事，
但慢积累比你刷半小时短视频有收获多了。你想了，1年下来就是3650页书，差不多能看完10本。认知早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第3个，要是你想试试运动习惯，就从每天走10分钟路开始，不用穿运动服，不用去操场，早上送孩子上学，或者中午吃饭提前10分钟下楼，绕着办公楼走2圈。晚上陪家人看电视广告时间，站起来在客厅走10分钟也行，但总比你一整天坐着强。坚持2周，你会发现早上不那么困了，晚上睡觉也香了，这就是身体给你的好习惯反馈。而且我得跟大家说句实在的，不用怕断档，比如你今天忘了存10块钱，明天补上就行。今天没读10页书，后天读20页也没关系。菲尼克斯一开始晨跑也断过3-4次，比意大利工作计划也忘过好几天。没人能一次就把习惯养到底，关键是别放弃，比一次没做好就躺平强100倍。你想啊，咱们做这些小事，不是为了明天就变千万富翁，是为了让日子慢慢有变化。可能是存的钱越来越踏实，却能是读的书多了，可能是走的路多了，身体越来越棒，这些变化堆起来就是经营好人生的开始。所以现在咱们别等明天再说，就现在。你要是选存钱，就马上找个小盒子放桌上，选走路就定个明天的闹钟，就这么简单的一步，咱们一起走。你今天动的这一小步，就是半年后、1年后更好的自己的开始。慢慢来，咱们都能活成自己想过的样子。